我们来想一想吧。我有一个女儿，当她还不是我女儿的时候，她是属于我的。你经常这样子轻描淡写的说一些话。阿姨，你醒了，我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。怎么？我刚醒过来，可不想被你累死。那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？就感觉睡了一觉，其他都好，身体状态也好。你这个坏蛋，你把我给吓死了！我以为你抛弃我，再也醒不过来了。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你看你，都哭成小花猫了。我这不是醒过来了吗？我答应你，再也不会离开你了，以后都不会抛下你。永远不能离开我。哎呀，哎呀，你一定会醒过来的，对吧？哎呀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吓我！医生，医生，护士，来呀！怎么了，小毛？阿言刚才突然呼吸急促，连警报器也开始响了。你快想办法救救他！准备抢救。小毛，你不能在这儿，出去！我不，我要陪着阿言。现在多1分钟都耽误不得，把他带走。阿言，小姐，这边。小毛，怎么了？啊？阿言，阿言他。阿言怎么了？别哭，别哭，不会有事的，阿言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。肖医生，你说吧，不管什么样的结果，我都能接受。情况非常不乐观，血块对中枢神经的压迫越来越严重，极大的一种可能性，他将从此都昏迷下去。而且，现在有了并发症的迹象，他腿部的肌肉正在逐渐萎缩。你刚才说并发症是什么样的并发症？最严重的是呼吸衰竭。阿言，他一定会没事的，他会没事的。小毛，作为医生，我现在正式的询问家属的意见：你们是否还要这样继续维持下去？要，当然要。只要他活着还有一口气，小毛，我就要他活下去。孩子，你别激动啊，你的肚子里还有没出世的孩子，保重自己，保重自己。妈，我不能没有阿言，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他不能没有父亲。我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妈知道，不激动，阿言会好，他会好的，他真的会好的，他会好的。他没事，他没事。哎呀，这俩孩子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
遇上这么多的事儿，哎呦，老天保佑啊！阿颖赶紧好起来，小萌还要生孩子呢。小光啊，小光，花姐，来，把这个呀送到医院去，要小萌趁热喝了啊。哎，好。你们两个走到现在，真不容易。有时候真觉得，老天实在太不公平了。那么多的崎岖坎坷，我们俩都走到了现在，抱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现在对我们俩来说，不过是又一个困难罢了。以前，阿言总是对我说：“不要怕。”有他在，现在我也要告诉他，不要怕，有我在。就没有想过要退缩吗？你还有漫长的人生，你还有肚子里的孩子。如果没有阿言，漫长的人生不过是一道孤独的旅途。有了他在，师姐你说的这些对我来说，才有了意义。为什么会这样想呢？因为我爱他。小萌，妈，想吃什么？需要点什么？打电话给妈妈。啊，妈，谢谢你。悸动的突袭，懵懂的甜蜜，曾经都是我们的共享秘密。生命的轨迹，因你泛起涟漪，曾为你想把一切舍弃。该叹息，还是很天意，命运的场地，长出的缝隙，将我们的天地冲向破碎支离。我该怎样修剪我的回忆？要把对你的爱，连同那些有过开怀统统掩盖，关起对你的依赖。不管有多么悲哀，不管是否无奈，只要证明我曾经存在，只是我更期待，把对你的眷恋都敞开，将受过伤害化成对你的疼爱，随时能对你坦白，随时能哭出来，让我未来再一次为你充满色彩。
我要你醒过来，我要我们在一起，一辈子，永远不再分开。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怎么样？阿影会不会有事啊？通常重度昏迷的患者，在昏迷一段时间后，会出现咽部反射的消失，也就是说，他无法吞咽，这将导致他的口、鼻、咽部的分泌物，或者是说食物的残渣，误吸入到肺部的时候，造成肺部的感染，甚至是窒息。你是说，像今天就是这样的情况？不过现在还好有你在，发现的及时，才没有发生什么更可怕的事情。可是，那以后怎么办呢？我刚刚给他做了检查，他的咽部反射已经十分的微弱了，随时都有丧失的可能。肖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救阿言。小萌，现在只有一种办法，就是造瘘插管。造瘘插管，那是什么？就是在他的咽部切开一个口子，将2根管子插进去。不，你不要再说了。阿言，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他怎么会让自己的生命只靠着一台机器活着？更别说有那么痛苦了。小萌，阿言也是我的朋友，我也不希望让阿言承受这样的痛苦。但是我作为医生，这是我能给出的最佳的治疗方案。否则的话，我也没办法保证他的生命安全。让我再想想吧。每次阿言去做例行检查，你才可以休息这么一会儿。你就别想了，一切都听医生的就好。你的情绪这么差，对肚子里的宝宝可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儿啊。阿言现在虽然不能动，也不能说话，但是如果真的要在他的脖子上面插2根管子，他一定会很痛苦。一想到这些，我就感觉自己被插管了一样。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司志不是说这是目前最稳妥的治疗方法了吗？我知道你不愿意失去阿言，我们也不愿意看着他有生命危险。你爱肖医生吗？
怎么忽然问这个？我们爱一个人，不就是为了让对方感到快乐吗？如果你爱的那个人一直因为自己而处在痛苦之中，那这样的爱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可是不管怎么样，他还活着呀，就像叶阿姨。她虽然丧失了很多记忆，但她还活着，还在你身边，不是吗？这不一样的。面对父母的生死，我们更像是一个孩子，总是希望他们在我们身边的时间越长越好，全然没有想过他们在遭受怎样的病痛。小萌，你到底在想什么呀？我真的无法想象，阿言如果继续遭受现在这样的痛苦，他会有多难过。我一直觉得，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不再是你自己的了，因为他的开心会关系着另一个人的开心，他的痛苦也会引发另一个人的痛苦。爱是陪伴，爱是甜蜜，爱也是牺牲。人活在世，不就是因为自己能够被人爱，能够爱人，才有意义吗？小萌，我知道你很爱阿言，很爱。如果有一天他能醒过来，听到你说的这些话，他一定开心得不得了。无论他能不能醒过来，我都只是希望他能感到快乐和开心，没有一丝痛苦。刚刚我们给阿言做了全身检查，有喜有忧。喜的是他的身体素质还可以，以他的病情能撑到现在，全靠他强大的求生意志。因为昏迷太长时间，他的吞咽反射已经很薄弱了。小萌，要不要做造瘘插管的手术？你要尽早决定，不然阿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哎呀，你真的愿意承受那样的痛苦吗？
看到你那么虚弱的样子，我不想看到你那么虚弱的样子躺在病床上。我看着你每天痛苦的挣扎，我比死还难受，对我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我好没用。我知道我情绪不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，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开心起来。我们的人生充满太多荆棘和艰难，我们的孩子，他的人生应该是光明而美好、快乐而幸福的。我怕我自己会照顾不好他，大家都在担心我都知道，我也想好好的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谁能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小鱼教你哦，这个键是前，这个键是后，然后这边就是操控的方向盘。来，你试试。对，前后，你转个圈。小溪。怎么样？过得还好吗？你真的决定把自己的才华留在带孩子身上吗？你不用再劝我了，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。我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也为此付出了代价。盛海，我是不会再回去了。我今天来找你，不是让你再回盛海的。你看一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未来，属于我们的未来。我们的未来？这里面是荣辉公司所有的执照、证件和资料。荣辉，我姐夫的公司。我已经把它买下来，希望我们一起好好的把这家公司经营下去。你看一下。我的一切变苍白，随快乐在浮冲，落入在你走后的空洞，默不作声，林中的曾经，希望你偶尔去触碰。Take by my heart, take by my soul, don't let me cry， 让我一片悲哀，总会有平行的爱情的宇宙，弥补时间里的纰漏。Take by my heart, take by my soul, don't let me cry， 说出我的告白，总会有平行的爱情的纽扣，给就此可爱的理由。Cause I love you。
好，节目结束，大家辛苦。哎，珍姐，收工了。干嘛？赶紧收工啊！下个节目还要用棚呢。不着急嘛，我有话要跟你说啊。什么话？啊？啊！祝福你，珍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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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福你，祝福你啊，珍姐，祝福你啊，珍姐。有种将你我的注定 Take by my heart, take by my soul, don't let me cry 让我一片悲哀总会有平静的爱情的雨中弥补时间里的筚路 Take by my heart, take by my soul, don't let me cry 说出我的告白总会有平静的爱情的流动给9次可爱的理由 Cause I love you乔真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让我照顾你一辈子，嫁给我，好吗？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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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n't let me cry 让我一片悲哀总会有亲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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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界里的 Take by my heart Take by my